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资料，便大肆搜索，但是四处搜寻都不得要领。大约隔了15天光景，席宇昌收到一封由香港发出的谢信来信，笔迹很工整，词句很婉转，向席氏道歉。席宇昌得到这封信，即向警方报案，同时向警方申请发还这件古玩。其中有一个华籍捕头对他说：“你申请发还，夜长梦多，不如另外仿制一盒，偷天换日，省事得多。”事前，席宇昌为了销售这件古玩，早已设成许多相片，于是连夜请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样的八骏，以假换真，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，只是一只楠木盒子还留在捕房。后来，捕房得到席宇昌报案的一封信，与在谢姓人家中搜到的许多文件核对笔迹完全相符，因此也在毫无办法之下销案了事。那时节，租界捕房贪污成风，连日籍警官也同流合污。可是日籍警官不知真的古玩已经换取，他提议将这盒古玩大家瓜分。他拿了4件和一只楠木盒子，其余4件由华籍捕头拿去。这件案子表面上好像已结束，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姓谢的人在最初1个月始终匿居白客路、金凤阳路一位老中医马寿民家的一间斗室之中，未离上海1步。马寿民即已故名医丁继万的舅父，他原本不认识姓谢的。这个小房间是由当时在上海办小星报的毛子佩承租，姓谢的来居住，也是由毛氏领去。毛对马寿民说，这人是写文章的，他预备在这里写一部书，你们每天只要供给一些茶水，吃的东西有人会按时送来。马寿民年高隆中，不以为意，就让他住下去。有一家包饭做，即定做递送客饭的，边住天天将饭菜送到。他闭门独食，马氏家人始终不曾同他谈过话。住了1个多月之后，此人才一去无踪。隔了很久很久，连毛子佩也失踪了。直到抗战胜利后，毛子佩为了表示他的功绩，才把暗杀唐绍仪的经过透露出来，连香港发的那封信也是预先布置好，由香港工作人员代为付邮的。至于席宇昌调换回的那8件古玩，原来是价值连城的翠玉雕刻的八骏，这种翡翠叫做玻璃翠。雕刻之精不必说，单就翡翠而论，其价值已经无法估计。现在时势转移，翡翠涨得比一切都贵，如今这盒翠玉八骏又不知落在谁家了。唐绍仪死了之后，日本人大为失望，因为这块老招牌的号召力在华中地区真是不作第二人想。但唐绍仪在死之前，何以拖延着迟迟不到南京去取维新政府而代之呢？因为唐绍仪提出的名目要把新的政府称作联合政府，他不愿当主席，要做总统。华北方面已经成立的一切组织都要归联合政府管辖，这一点就受到华北方面的反对，因为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在先，认为新来的媳妇何以竟要做起阿婆来，而且反对用总统名义，认为总统一定要人民投票选举才行。为了这点争执，时间便延宕下来，结果弄出这件惨案。北方笼络吴佩孚的工作，因南方唐绍仪一死，做得更积极。本来吴佩孚住在北平东城诗锦花园，门庭冷落，车马稀疏，但是吴氏的声望名震全国，所以日本军人要演成这台戏，
一定要利用这种大角色的名望来号召。可是吴佩孚主意甚坚，尽管日本人百般诱惑，仍不为所动。吴佩孚在那时对时局绝口不提，许多人去访问他，他总是做罔顾左右而言他之状，满口儒学礼教，一会儿说孔子，一会儿讲老子，有时候谈伏击，有时候论鬼神，使去的人无法谈得入港。这时吴佩孚幕下还设立有8大处，这8大处就是参谋处、军事处、执法处、军械处、政务处、教育处、交际处、副官处，各个处长都穷得要命。追随吴的许多老部下，只有大锅饭可吃，有办法的人早已各奔前程。有关方面屡次拜访后，消息传出，不但若干穷苦的辽属心中跃跃欲试，而且许多多年不相来往的军人和政客纷纷来拜谒和送礼。吴佩孚仍是高谈阔论，不着边际。吴的太太张夫人则不问什么人什么事，凡是送礼送钱来的，一律照单全收，而吴佩孚对时局的意见却一无表示。这样过了好多时间，始终不得要领。后来到民国28年1939年12月4日，吴佩孚患了牙疾，请日本医生诊治，得了败血症，不治身亡，使得日本军方更为失望。梁鸿志左与王克敏右沆瀣一气，商议建立汉奸联合组织。在维新政府成立之前，华北临时政府早已在民国27年1938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。华北的首脑是王克敏，维新的首脑是梁鸿志，他们的顶头上司同为日求寺内授医。至于华北政府何以要冠上临时2字，据说就是要等唐绍仪主政，吴佩孚主军的联合政府上场。现在唐吴相继死去，华北临时政府这临时2字也就随之取消了。